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有没有关注过你自己的呼吸？我教你一个小方法啊，你用你的双手手掌捂住自己的耳朵，就像这样捂住，眼睛闭起来，把头往下低，然后来吸口气，吐出来。你注意一下，听你呼吸的声音。当你把耳朵捂住，它能感受到你自己呼吸的这个声音。有的人啊，他是比较粗的。有的人头一低，然后会感觉到这种有一种咆哮的声音是在里面发出来的。有的人呢，呼吸起来啊会比较的柔顺，自己关注一下自己的声音。其实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啊是不注重自己呼吸的，呼吸也是非常有讲究的。你要知道，真正会练的人都是会呼吸的。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说你的呼吸变得比较的急促啊，呼吸变得比较的快，一个呢是你的吸气量变浅了。这个时候频率加快了以后，你会发现这里跳动的速度变快，同时呢，你这个人容易变得更加的急躁啊，容易发脾气。当你呼吸的频率接近我们的正常的一个进气的时候，就是我们偏向于理性的时候。而我们如果想要身体慢下来，比如在特殊的时候，你晚上睡觉这7、8个小时总是睡不好，就是翻来覆去的，或者是你就看星星看月亮，就是睡不好，往床上一躺啊就胡思乱想的，或者是你平常总是胡思乱想的人，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让你的呼吸节奏慢下来。你呼吸节奏只要一慢，它这里的速度就会慢，然后呢，整个大脑当中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呼吸也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其实说来也巧，在很多年以前啊，我认识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老人。这个老人啊，90多岁，专门啊对呼吸进行了深刻的研究，特别是道家的静功。你会发现，这个静啊是安静的静。道家的静功当中啊，它很讲究这个呼吸的调节，特别是我们熟知的这种吐纳法，都是在强调呼吸。那么在道家的静功当中呢，有一个最高阶的方式，就是叫做引导法。什么叫做引导法？顾名思义，通过一个手势，让你整个人引导到一个安静的状态。听起来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玄？但是我看这位老先生每天晚上睡觉的姿势，包括他有的时候在这儿打坐入定的姿势，都是通过引导法进行的，而且这么一坚持啊，就几十年下来。所以呢，我把这个方法也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试一试。特别是我们刚刚捂住耳朵，头低下来，感觉自己啊这里不通不畅的，都可以去做一做这个引导的方法去练习。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引导的方法怎么去做，其实非常简单啊。我们把双手伸出来，用你的大拇指点住你的无名指根啊，点住它，2个手指都点住，把手这么一包裹住了。包裹住了，你看这个姿势，很多人都知道啊，叫做卧固。那么在道家当中呢，这个也叫做子午诀。把卧固做好以后，我们把双手啊，身体坐直，双手就置于我们的腹部两侧啊。你看这是肚脐，然后呢放在两侧就行。就这样放好，眼睛闭上，我们做3到4个呼吸，你感受一下你呼吸的变化。眼睛闭上，什么都不用去想啊，就正常呼吸就行。来，吸气。所有的朋友啊，可以慢慢的把手机放下来，跟着我一起做。吐气，吸气，自己去感受一下。吐气，吸气，吐气。因为在做引导的过程当中，我不能去讲话，所以呢，大家如果没看明白的话，可以往前快进一些，然后把视频暂停，自己再感受一下这个呼吸的变化。我来这里直接分享一下答案。刚开始你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气慢慢随着你的呼吸的一个时间加长，它会越来越深。从刚开始的，比如说我们呼吸到这儿，慢慢的到往下，再到下面啊，越来越深，一次比一次深，逐渐的这个气啊进的深了。吐出来的变得很绵柔，然后呢，你再观察哪一点？观察我们的肚子，手放在肚子两侧，它如果起伏的话，你会很明显的观察到。我们这个引导法其实是引导着你去做腹式呼吸啊，你不用刻意的去练，你也不用去了解，你只需要把手放在肚脐两侧，你会发现气进的深了以后，它这个肚子啊就开始上下起伏，这个就是腹式呼吸。同时呢，如果说你还能留出一些思绪去观察的话，感受一下我们这里的变化
很多朋友发现啊，这里做着做着就怎么样变慢了。它变慢了以后，逐渐的你原来当中的一些杂念就开始慢慢的跑掉了，就被你的呼吸带着走，然后你就会发现此时就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空空的、无的，就这种感觉，以后你会发现非常的舒服。所以呢，这是这位老者啊，每天啊下午的时候都会去做着一件事，每天就这样去做上一个10分钟。当然，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我只是建议大家在什么时候，如果说你在遇到一些比较烦的时候、比较躁的时候，或者你感觉你的情绪起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啊，10次就可以了，呼吸10下。那么如果说有的朋友啊，晚上这7、8个小时睡不好，特别是头一沾着枕头就开始忍不住乱想了，怎么办呢？一样的，用你的大拇指点住无名指的根，放在我们的肚脐两侧，就这么放着，人正着躺。如果你不喜欢正着躺，你侧着去握，手握着也行啊，把身体卷曲起来，就这么侧着睡也行。你只要这个姿势放好了，你会发现慢慢的你的呼吸就被调整过来了。当然，我建议大家比较好的，因为我看这个老师傅睡觉的时候都是这么去睡啊，你可以把手就自然置在肚脐两侧。我自己去睡的时候也是这么去睡，会感觉特别的棒。你们这样一放，然后发现呼吸只要进得深了，接下来所有的都是通过这个引导的方法去引导好了。你记住，呼吸的速率啊，就会决定我们身体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会呼吸的人，往往他自己的状态就会非常的棒。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如果你感觉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把它收藏下来，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如果你没有关注我呢，一定要关注我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啊，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呼吸是咱们生命4大体征之一啊，咱们可以短时间的不吃饭不睡觉，但是你不能不呼吸，对吧？所以呼吸啊，你要如果细细讲究起来啊，其实里面的门道非常多。那么古话啊说的非常好啊，叫做呼吸道齐，受与天齐。这什么意思呢？其实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说呼吸啊，咱们分为2种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正常的呼吸啊，分为就叫做浅呼吸。那么还有一种呼吸呢，就是啊腹式呼吸。腹式呼吸啊，就是让我们的气啊可以去往我们的肚子里面去走啊，然后你把这个模式啊运用好了以后啊，它能带来很好的帮助。比如说我们在经过腹式呼吸以后啊，可以去帮助我们平静我们的心情。第二个呢，你练习腹式呼吸以后啊，你可以让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机能啊得到很大的激活。最简单的就是说，腹式呼吸参与的肌肉，比如说咱们的腹横肌以及咱们的胸腔中间的膈肌，这2块肌肉激活了以后啊，可以让我们的肚子变小啊，还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说话的时候啊，这个气更深啊，重气更足，没有气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最后呢，就是说你去练习呼吸以后啊，当你能达到一个身心和呼吸都在同一个状态的时候啊，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些血管都会慢慢的张开，这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说没事的时候啊，咱们去练一练腹式呼吸，可以说是对健康和长寿上面都有帮助的。那么道家啊，把呼吸啊称之为吐纳。那吐纳的意思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吐出身体当中的浊气，吸入天地之间的清气。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吐纳啊，也叫做腹式呼吸，咱们应该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啊，咱们先深吸一口气。这口气啊，要吸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讲啊，要吸到我们肚子里面。你看，吸一口气，吸的时候啊，这个肚子啊要往外打开，这个手啊可以放在肚子上面啊，你感觉肚子往外顶啊。同时的时候，有些人会犯这个错误啊，就比如说啊，如果不提醒的话，吸，你看他肩膀就会耸起来啊，这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演示。所以说我们吸气的时候，肩膀不要动啊，肚子往前顶啊，来吸。肚子往前顶了以后呢，顶到你的极限，你的气啊，感觉已经纳入了你的胸腔和腹腔当中。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憋气大概在1秒钟左右啊，然后憋气，憋完气以后啊，这个肚子啊，慢慢的往内收，这个手啊可以放点力量，就是往回压啊，往回压，看，好，往回收，然后慢慢的把气吐出来，缓缓的吐出。这个缓缓的吐出啊，你在大脑中可以去想象一个细水长流的状态啊，
或者呢，你把嘴巴给它捏一捏啊，把它嘴巴就是捏成一个这个气孔留得很小，缓慢的吐出来，就像吹口哨一样那个气流。你在缓缓的吐出来的时候，这个时间的耗费大约是在20秒钟到30秒钟左右，也就是说，咱们一呼一吸之间就过去了大概30秒啊。我们每天如果是计算出来做个10到15次呼吸的话，那就大概在一个300秒到400秒的时间。那么换算下来的话，也就是5、6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把这个呼吸来完整的做一遍啊，吸气，肚子往前顶，好，憋气。好，缓缓的吐气，手往内压，好，往内压，嘴巴往外吐气，吐，好，那么一个呼吸就做完了。那么如果说你是想要中午午休闭目养神，或者是你感觉心情特别烦恼啊，或者是你想平静一下自己的心灵啊，我们可以把眼睛闭起来，眼睛闭起来以后，你再去念吐纳。让你的意念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意念去集中在我们的肚子上。那这个时候，慢慢的你会有一种更不一样的感觉。那么经常拿出一些时间去练习，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这么去做也不费事。好，呼吸和吐纳，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那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那么大伟每天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最近在国外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视频，是一名学者发布的，就是去刺激咱们面部下关穴周围的一个反射区就可以去快速的调节我们的呼吸，而且注意这个调节呼吸是我们不由自主的就会由一种自然的浅呼吸模式变为我们深呼吸的一种模式，然后达到我们去让我们大脑达到一个放松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方法呢非常有意思，而且我做了以后感觉还挺好的，就分享给大家来一起做一做，而且这个方法很安全。那么怎么做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我刚刚讲我们的下关穴附近，对吧？就是反射区就是在我们的咬肌我们双手放到我们的脸上。然后呢，我们去咬牙，咬牙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肌肉它变硬了你看一咬变硬了，好，就是这个位置就定到这个位置。我们手是3指到4指压住以后不要咬牙然后往下去按压，然后微微的往前去推就你看按下去以后往前微微的去推做个演示。按下去，感觉有酸胀感的时候，慢慢的往前去推。好，注意在你推的时候推到你的极限感觉这个酸胀感，再一推手就要滑了。你比如说我推到这边的极限，我再一推手就滑过来了，你就再保持在那个极限处我们把这个细节做好压下去，然后往前微微推，有这种酸胀感明显的酸胀感的时候。好，这个时候呢就是自然呼吸，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你在自然呼吸的时候你呼吸不了，你就本能性的会调动我们的一个腹式呼吸，或者说我们的一个深呼吸你看按压下去，然后这个时候你呼吸感觉很难受，然后你就本能会深呼吸然后吐气，再来深呼吸。吐气，好，你感觉手滑了，我们再重新再来一次，好，按住，然后呼吸，注意看我深呼吸，吐气，你就在做的时候就这么来回做个几次，可能有的人做个5次，可能有的人做个10次，做完以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头非常的放松，而且这个呼吸的节奏也非常的好。很多人他这个呼吸他是沉不到底的，就是他呼吸很浅，就是吸一半就要吐出来，吸一半就要吐出来。那我们通过这个方法面部的刺激，就能很好的去调动他自己身体当中的一个这个膈肌的一个能力去刺激它或者激活它的膈肌，慢慢的让它能练习一种深呼吸，通过呼吸的原理去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让我们的大脑快速的放空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
有意思的一个小技巧啊，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试一试啊。我是大伟啊，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那么每天呢，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大家点赞、评论、加关注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首先非常感谢各位粉丝为我比赛的视频加油助力，没有你们，我的视频是不可能挤入到总决赛当中的。那么这一次总决赛的这个比赛题目是我永远年轻，永远好奇。那么针对好奇大伟给大家发个问，就是你们信不信我不通过任何的方法，我只通过调整呼吸，我就可以让我的血压给降下来？你们信吗？那么接下来大伟给大家做一个测试，我们看一看，就通过呼吸能不能让血压降下来。那么为了拍摄咱们还是拿左手去测量，是不影响测验结果的啊。我们开始。好，大家看就是这个数据在这边，126、70还有93。好，现在我要通过我的呼吸去调整。好，调整好了，我现在感觉我的头有一点放松了，很放松的感觉。我们再测一下。好，相信大家看到这里一定会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大伟通过1分钟左右的调整呼吸就可以把血压降下来？这里其实涉及了呼吸的很多科学原理。首先，通过呼吸它可以去帮助我们放松心情放松我们的肌肉。这能达到什么呢？更深层次的来说，它可以让我们的血管得到一定的扩张。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上面有问题的人，不妨每天花5分钟的时间去调整呼吸怎么去调整？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把眼睛闭上，找一个非常舒服的姿势咱们坐起来。做了以后，好，我们就吸气，深吸一口气，让我们的肺腔这个充满了咱们的空气，然后憋那么一小会儿然后慢慢的把气吐出。这里的吐出注意是均匀而缓慢，吸气，吐气。大家可以用鼻子，也可以用嘴。这里建议大家用嘴去把气吐出来，吐到什么程度？吐到你的胸腔已经把所有的空气全部吐出来以后，我们微微的停顿，大概0.5秒以后再吸第二口气。吸，好，憋，吐气，缓缓的吐。吐完以后把气全部吐完，就这么来回的反复我们1分钟控制在10个呼吸到15个呼吸，大家也不用去刻意的计数，只要按自己的最舒服的姿态把气息全部吐完，那么慢慢的你的静态的心率你的这个肌肉放松，还有你的这种焦虑的一些心理的一些排空，负面情绪的排空都会得到极大的缓解。所以当你如果说失眠了，或者感觉心里不舒服了，或者感觉你这个情绪不稳定的，血压升高了，咱们不妨就坐在这里，找个舒服的姿势去练练呼吸。那呼吸还不止这些功效，我们可以放在我们按揉穴位上。比方说我按揉一个穴位，当我吸气的时候，我的手就往里按压。比方看，吸气，我手就开始往里按压发力了。然后呢，吐气的时候吐气，我手就开始绕圆圈我再吸气，我手就开始往里面用劲吐气，我手就开始绕圆圈把这个按摩的穴位和我们的呼吸配合起来，也能达到不一样的效果，而且事半功倍。同时咱们去锻炼的时候也要配合呼吸。在这里呼吸它作为一种辅助，或者作为我们一种主要去调节心理的一个功法。
它对我们的生活改善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小看每天2到3分钟的呼吸，这2到3分钟会让你的身体发生非常奇妙的变化。对于咱们心脑血管，对于咱们的寿命，对于咱们的健康，都能带来很有效的帮助。所以每天没事的时候或者我们中午午休打盹的时候咱们就把眼睛闭上就躺在这，调整一下呼吸。当你失眠，你也可以调整一下呼吸，这个都能带来很好的改善。所以今天这个方法我是分享给大家的，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做起来。让我们一起把呼吸练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那我是大伟，希望大家给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的收看。